你们想仆人、华人分个井水不犯河水，但中国也有一句成语，叫唇亡齿寒。仆人也好，华人也罢，既然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，守望相助，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。在过去的1年时间里，我们华人做到了这一点，但这一次，仆人能不能做到，就要看在座的选择了。说得好。真没想到，一场救国公债宣传要把恒丰裕的收购给带完，简直就是一箭双雕。我们客似云来，那些日资商号挂着高价，也门可罗雀。证明澳门人心里终究是爱国的。马姐，这下你该放心了吧？先生，柯医生来了。柯医生，柯医生，今天有个人一定让我带他来见你们。郑平，贤哥，郑平兄。郑平兄，郑平兄，托你订货的这些朋友是北方来的吧？没错。我说呢，怎么会要这么多过冬的物资？还有这些巨量的胶鞋、黄硝、五金、伤药和手术器械。几位老板都是明白人，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。东西都是供给华北敌后的。你是说？我是说，坚持在华北敌后抗战的中国军队。华北敌后当下处境之艰难，可以说怎么形容都不为过。在日寇的三光政策下，整个华北已经是无村不带孝，到处是狼烟。加上华北这2年连续遭灾，雪上加霜，部队吃不饱，穿不暖，伤兵员缺医断药，每一颗子弹打出去，弹壳都要捡回来复装7、8次。就这样，每一支枪发到的子弹数量，也经常不超过5发。部队都艰难到这个地步了，实际情况只有比我说的更严重。我说个数字吧，晋察冀根据地刚刚做的调查，部队官兵平均体重还不到92斤，这还是全力保国命的一线作战部队。后方机关条件更加艰苦，光是因为营养不良和缺乏御寒衣物病倒的干部，就超过了30%。郑平兄，这些货什么时候要？越快越好，越快越能解华北敌后的燃眉之急。我来想办法。看什么呢？香港的一位朋友送的。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。时候也不早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好，再看一遍就睡。何先生，你这回订的货怎么跟重庆以往需要的不一样？反倒更像是北边需要的货。都是订货，谁来用，用在哪里，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的区别。可你也知道，葡萄牙政府一直是坚决反共的。你别忘了，在澳门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，就是日本人。我发现，不管每次遇到什么问题，何先生总是能用最简单的道理说服我。好，我反正只负责给恒丰裕供货，其他的我一概不问。谢谢。那这批货什么时候能集齐？有很大一部分我手头就有，至于其他的，
给我半个月的时间。好，那我们一言为定。没问题，一言为定。Sou eu. O que disseste? Que motivo? Que raio de passe? Certo, vou tratar disso imediatamente. 出什么事了吗？我公司的一批货在拱北通关的时候被日军给扣了，理由居然是没有泽机关开具的狗屁通行证。泽机关？什么时候通关还需要他们的通行证啊？ Diretor Lobo! Calma. Que diabos está a acontecer? Por que minha mercadoria foi perdida em portas do cerco? E agora, por favor, explica-me. O que é esse passe da agência só? Senhor Rodrigo, não é só sua. Desde as primeiras horas desta madrugada, todos os navios e cargas portugueses com destino a Cantão, Hong Kong, por terra ou mar, foram bloqueados pelos japoneses. O pretexto é mesmo. É necessário apresentar passes emitidos pela agência SOL para liberar qualquer coisa. Com que direito? Com qual direito? Isso é claramente uma retaliação pelo governo ter recusado as condições dele. Diretor Lobo, os japoneses só querem proibir atividades anti-japonesas dos chineses em Macau. O que é que os portugueses têm a ver com isso? O governo não pode sacrificar os nossos interesses por eles. Exatamente. Como sobrevivemos? Eu compreendo as preocupações de todos. Já estou a contactar a parte japonesa o mais rapidamente possível para negociar e tentar devolver a mercadoria no menor tempo possível. Fiquem tranquilos, pois certamente darei uma resposta a todos. Faça isso o mais rápido possível. 哦，破破的事纯属误会。上次日普联席会议，贵方不是指责反正明明获得了联合技术权，确保做出战略的责任推给澳门政府吗？既然如此，司令部也不想诿过于人，所以才下达了严令，该人一次查禁走私行动而已。你该查走私呢就查走私，可为什么把澳门铺商的货全扣了？难道所有的铺商都是走私犯吗？是不是总要核查过才知道吧？老板就讲放心，司令部已将核查工作交给了我子机关，只要核查确认不是走私，所有商船货物一定完璧归赵，保证放心。这还差不多。那核查需要多长时间呢？这个嘛，短则10天半个月，长则1年半载。总之澳门的防御活动什么时候平息，我团车出来，一定第一时间迅速核查，确保澳门葡商的合法利益。 1年半载，葡商被扣的货大部分都是生活物资，1、2个月就霉烂变质了。你核查完了，我卖给谁去？泽大总，你可别忘了，咱们葡日两国可签订了正式的商约，你这属于赤裸裸的违约行为。我只是在流行公务，说一件道一万，澳门是葡萄牙人的澳门。 大日本帝国也始终希望与澳门葡人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。只有贵政府与澳门葡人，要不要为了那些不想干的人合适，偏偏跟自己过不去？就看你们的选择了。茶喝的有点多了，不好意思，失陪一下。
知道了，谢谢高会长。怎么样？奥普政府已经决定了，后天上午10点，就日方提出的条件，重新投票表决。据高会长初步摸底，由于普上闹得太凶，导致政务会议成员半数态度都发生了动摇，情况不容乐观。形势虽然严峻呢，也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。我是个医生，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，正是行医的大忌。只有从根本上找到病人的这个病因，对症下药，才能彻底的医治。澳门也是如此。之所以澳门一直被日本人轻易的拿捏，就在于澳门有它根本的弱点。澳门根本的弱点只有一个：交通。没错，澳门天生就是一座孤岛，一切的民生和经济完全依靠对外贸易，而日本人现在占据了周围所有的地区，一旦他们用出封锁这一招，澳门马上就会陷入绝境。这国内外的进出口始终被日本人卡住脖子，只不过现在是轮到了蒲商的头上，这确实是个老大难的问题，很难解决。梁老，我倒觉得有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，而且条件已经成熟了。组建一条多方合作的地下物资运输线。先不说这大豪帮，历来就是澳葡政府的缉私对象。你提什么？共产党？你觉得我们国民党能和他们合作吗？梁老啊，这都是中国人，为什么非要分个彼此？不是我要分彼此，是共产党要另立山头，不服国民政府的管辖。现在重庆方面跟他们是水火不容，你这个时候你让我澳门党部跟共产党合作，可能吗？梁老啊，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什么？是怎么能让澳门的葡华两界团结起来，连葡人和华人都能够争取团结。中国人之间为什么不能也团结起来，一致对外呢？梁老，别的事情我不清楚，但我知道，香港沦陷之后，我们一路从香港逃亡到了澳门，欧大队长不顾生死救了大家，澳门粮荒保护印钞纸，靠的也是欧大队长跟他的游击队仗义出手。梁老，这些都是咱们一起经历过的事实，人家都没分个彼此，甚至什么条件都没讲。我最近看了2篇文章，是一位香港的朋友给我的。一篇是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，另一篇是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。梁老，我不是共产党，不会跟你搞宣传，这你应该相信吧？当然，对你我是信得过的。这2篇文章每一句讲的都是团结，不分阶层，不分党派，不分民族，不分国家，甚至要求共产党员都要跟国民党党部合作。人家是这么说，更是这么做的。而澳门就是最大、最直接的受益者。梁老，共产党都没有分彼此，为什么在您这儿就要分个3、6、9等呢？共产党真能那么无私？
给我们运物资。梁老，过去这么多次事实，还不能证明吗？我相信，只要是为了抗战，欧队长跟他的游击队绝对二话不说。离开镜湖？为什么？不单是离开镜湖，有些你过去的朋友呢，最好也远离一些，尤其是何贤。贤哥？他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听到什么对他不利的消息了？你说啊！实话跟你说吧，今天在择机关，我亲眼看见的，何贤已经上了日本特务监视的反日分子名单，而且是重点关注的对象。因为你在香港的事情啊，日本对你的疑心是一点都没有打消。而且现在梁老搞的这个公债劝募委员会，又是他们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那日本人的手段有多狠，你比谁都清楚啊！你再待在镜湖，随时会被连累，甚至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呀。另外，我说这些完全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啊！你千万放在心上，别再待在镜湖了，千万别再和何贤有任何的来往了。谢谢你，洛白博士。我会按照你说的，尽快辞掉镜湖小学的工作。真的？我还担心你会拒绝我呢。另外，8重天还缺乐手吗？你是说，你要回8重天？我从这里辞掉工作，我总是需要一份新的工作的。我这个人除了拉琴，别的什么也不会，所以就在想，如果……不用说了，只要你肯回来，8重天乐队的首席就还是你的。谢谢。让我给葡萄牙鬼佬运货，他们想得美。三爷，过去澳门几次陷入绝境，无论是运粮、港币战，还是偷运英钞纸，大豪帮都是仗义相助，从来没说过半个不字。为什么这次就不行了呢？就澳门啊，是跟你们合作，是替自己兄弟还有澳门的中国人办事，这些鬼佬算什么东西啊？我凭什么帮他们？我知道，政府和葡商对您和大豪帮是有一些不公正。哎，那叫有些不公正。哎呦，这么多年来啊，他们把我们大豪帮啊定为海匪走私犯，他们缉拿过我们多少船，通缉了多少人，在他的苦窑里又关过我多少弟兄。可那毕竟都是过去的事了。好，我们不论过去，就讲眼下。他们跟那个日本仔签了那个什么气象合约，废了木帆船，剩下的那个电扒机船啊，也全都得在这个港务局啊注册之后才能航行。这个你知道吧？知道。我大豪帮啊，8成以上都是木帆船，这么一来啊，就断了我大半的活路，剩下2成的电机船啊。我也总得跑一些正规航运，替弟兄们赚一些干净钱吧。我把注册申请啊递到港务局，你猜结果怎么样？结果没通过。何止没通过？这个罗德里啊，仗着自己是葡商的头头，港务局的总监督，说这个什么注册船只的名额太少，日本人给的太少，留给他们这个葡商都不够，还说我们这一群走私犯，晚上偷偷摸摸跑几趟就行了，还来占什么这个正规船儿？他真这么说？就是这么说，连正眼都没有瞧我。这个罗德里呀，侯商啊，这还是我们一起拼死拼活替澳门运来了救命之粮之后的事啊。
这个罗德里呀，端起碗吃老子的饭，放下筷子就摆他仆人大老爷的谱，逼得我们大豪帮没有活路。现在他的货被日本人给扣了，倒想要我救他。对不起，办不到，门都没有。三爷，这件事确实是罗德里做的不地道，但当下是特殊时期，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人，大家合作组建地下物资运输线，不单单是为了帮助蒲商脱困，更是为了支持国内抗战大局的需要。大豪帮向来忠义当先，三爷您更是心胸如海，我相信，为国为民，你一定会大人不计小人过的。要是我咽不下这口气呢？那不然这样，航海俱乐部在港务局注册船只的数量，我再向罗德里帮您争取争取。您原先申请了几条？5条，不过现在5条可不行啊，我要翻倍，少1条都不行。行，我帮您争取，这行了吧？这还不够。您还要什么？我要罗德里亲自向我黄山河倒茶赔罪。三爷，这就不必了吧？伙尚，是这个罗德里瞧不起我大豪帮在先，难道他不该向老子倒茶赔罪？要是他不干蒲商的货，我大豪帮也没有办法帮他运。大豪帮和共产党的游击队，难道你真有办法搞定这2尊大神，以后帮我们蒲商运货？那就要看明天的投票，您能不能稳住蒲商了。要是真的能一劳永逸解决澳门的货运，从此不再被日本人掐着脖子做事，我保证，蒲商那边投票不会出什么问题的。只不过政务会议中，蒲商的比例才不到一半，政府才是主角。光靠我一个人，这力量恐怕远远不够。这个你放心，我已经约了骆柏局长，跟您谈完了之后，我就去巴松天。澳门的贸易要是保不住的话，骆柏这个经济局副局长也就别想干了。你找他就对了。既然大豪帮肯帮澳门蒲商这么大一个忙，你这边是不是也应该有点什么表示啊？不过现在5条可不行我要翻倍，少1条都不行。什么10条注册船额？他可真会狮子大开口。够划得来了，人家可是帮着全澳门的蒲商解决了最大的难题啊。上次船只注册的那件事情呢，我也确实把黄三河卡得太狠。这样吧，我自己的公司给他们让3条船的名额出来，剩下的我只能再找其他的蒲商去想想办法，这总可以了吧？那就这么定了，剩下的事情也就小事一桩了。还有什么？既然你们双方要结盟，那总要跟黄三爷见个面吧，当面敲定各不反悔。到时候我带着三爷登门，你呢，过去有什么对不住人家的地方，你就倒杯茶，说些好话。贺先生，你这是让我向到黄三河倒茶赔罪是不是？怎么，不应该吗？他一个走私帮会的头子，我可是……你可是前澳门总督之子，让你倒茶认错，怎么可能呢？是这样吗？好，那今天就当做我从来没来过。你们蒲商自己的事情，自己解决吧。等等，着什么急呀？有话慢慢说，先坐。罗德里先生，正是你口中的海匪，在澳门陷入绝境的时候，为澳门送来了粮食；在港币战，整个澳门的营业岌岌可危的时候，他们倾注了所有，扛住了战局。
发行新钞的特种印钞纸，也是他们拼上了性命运回了澳门的。你们受他们的恩，现在凭什么高高在上又看不起人家了？好吧，这杯茶我给他倒，可以了吧，贤哥？到时候说话记得客气一点。如果觉得自己亏了，我给你倒茶，倒10000杯都行。胡说！你看，后面有日本人的缉私船。弟兄们，走前面的岛礁，咱们的船小，穿过去，小日本就追不上咱们了。叔叔，又撞上了！该死的腐鬼！转向，快转向，转向，快转向，转向，转向！贤哥，等一等，刚刚收到个消息，出了个事。您说。阿叔，怎么了？三哥，我们的船被抢了，其他的弟兄都没了。妈的，谁干的？日不联合缉私队开的枪，还有罗德里的商船，帮他们拦了路。罗德里的商船。有艘船回澳门，赶巧不巧，刚好碰上了港务局缉私队，在追一条大豪帮的货运走私船。缉私艇上有日本监督，非要我的商船配合他们拦截一下那艘走私船。船长没办法，只好拦了一下航道。不过船长说他们船小，速度快，我想他们应该能够逃得掉。好了就好。我现在担心的是黄三河那边会有什么误会，以为我故意跟他们大豪帮为难，所以追出来，拜托你帮我带句话，跟他们道个歉，解释一下就行。知道了。这样，我现在去找三爷，把话带到。好，那就拜托了。三爷去了横青岛啊，那霞少呢？傍晚的时候，三爷飞鸽传讯，叫霞少也赶过去了，说是有急事儿。知道是什么事儿吗？不知道。怎么就这么巧？飞仔，我有急事，必须要见到三爷，能不能麻烦你派一条船，我找个人去一趟？行，我这就去安排，1个小时之内出发，半夜应该就能到。好，好。拿酒。我叫你拿酒。老板，打烊了，你先走吧。拿那么多钱拿酒啊？醒了没有？我问你醒了没有？我不要你管我。你走啊！我不要你管我。阿成，阿成，你要把自己折磨到什么时候？我知道，玛丽走了你很难受，但她如果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她知道了她辛辛苦苦建立的澳门站，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她能开心吗？你到底要我怎么样？金公子，我拼过命啊！结果呢？害死自己最爱的人呢。现在我也劝你，不要以为天塌了都要你自己顶啊！等你落到我这步田地，你想后悔，晚了。
谢哥，我知道你累，累就歇歇，没人怪你的。我也想歇一歇，我也想什么都不做，但日本人不让。你知道吗？这帮狗东西又搞名堂了，又一次将澳门推向了生死的边缘。明天就是关口了，我们必须要扛过去。但现在，万七病了，紫霞也不在，光靠我一个人，我根本就扛不住。阿长，我需要像你这样的兄弟振作起来，帮我一起分担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有什么事情你说。罗德里有几句话，今晚必须要带给三爷。但三爷现在人在横青岛总堂，不是大豪帮相信的人根本就进不去。我今晚有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实在是脱不开身。只有你能帮我去跑这一趟了。好。一满，你真的不需要换间房子吗？这个屋子小，还靠近电梯，有点吵，会影响你休息的。不会啊，靠近电梯，出行方便嘛。哦，洛白博士，谢谢你了。哎呦，你跟我客气什么呀？你能来8重天，我求之不得呢。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。嗯，好的。另外呢，这几天日本人的事情，搞得我有点焦头烂额的。明天就要召开政务会议进行投票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带头投票否决禁令的。洛白博士，我替所有的中国同胞谢谢你。哎呦，你不要这么客气。哥哥，你会保佑我的吧？What's wrong with you? Mary Jones， 经聘用杨昌先生为本站秘密情报员。杨昌先生，欢迎你的加入。当场就打死5个，整条船的走私货物咱们全部缴获了。要不是要赶在那个船沉的时候把货全部搬上岸，那跳船的几个咱也都能抓住他们。机关长，这整船的货物是好几10根金条呢。罗德里的山庄也参与了拦截，
击碎队的命令，他敢不来？这就好。不想跟华人互相拆台，比打掉大号帮一条手术转重要。这笔货就交给你特务队了。ありがとう。老胡啊，不过也不能白拿啊。你马上准备10根金条，等一下送给陆白。为什么要送给陆白？奥部长和第2次投票在即，陆白在政府官员中影响力不小啊。对这种人啊，有的啦，你这懂不懂啊？陆白那家伙见钱眼开，你刚做这手笔，管用，送。你是说罗德里真的答应了，还愿意给黄三河倒茶赔罪？事关全体仆商的出路，这点轻重他还分得清。哎呦，这个罗德里啊，一直是眼睛长在脑瓜子顶上，让他服软不容易，有他带头，仆商啊，没问题了。那政府这边呢？哎呦，葡萄牙政府极其反共，地下无字线的事情，政府这边只能暗里搞，不能摆在明面上。这样，我私下里啊找总督透透气，再拉2、3个靠谱的，加上罗德里，这样的话，明天的票应该没有问题。那投票的事就全拜托你们了。放心好了，我答应的，一定会办到的。对了，我也有2件事情想跟你说。乔一晚。下面有请著名小提琴家八重天首席乐手乔云婉小姐闪亮登场。重点反日分子啊！就这件事儿，我早就知道了。你早就知道了？你还不当回事儿啊？日本人可是全天候在监视你，你得当心点儿。放心，黄公杰只是做做样子，想监视我，他没有那个胆量。还有什么事儿？哦，还有。殷婉应该跟你说了吧？殷婉啊，什么事儿？老板，不好了，乔小姐出事了。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跑到我们特务队的楼下，还敢问我想干什么？住手！殷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他妈还想知道是谁让这个反日分子跑到这里来登台的？是我。怎么了？黄队长，八重天是我落摆的，乔小姐是我请来的首席乐师。你的特务队在楼上想耍威风去那里，在这儿还轮不到你撒野。你们是真要跟皇军和特务队作对是吧？王国建，你干什么？杨家，
每个一每节，肉本局长的枪子，是你上演的地方吗？まだ銃を持ってんのか？銃を直せ！肉本局长，先生，乔小姐不好意思，是我幼小不严，打扰了您的表演，对不起啦。乔小姐，你謝れ。乔小姐，对不起。有幸又向乔小姐重返八重殿，天袖耳福。大家欢迎乔小姐的精彩演出吧！大家欢迎乔小姐的精彩演出吧！来，各位，接下来我们有请乔小姐为大家带来《次钢狂想曲》，掌声欢迎！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会在八重天？忘了告诉你了，我已经从镜湖小学辞职，回到八重天了。为什么？我本来就是拉琴的，而且这里薪水又高。你会因为薪水高回八重天吗？这楼上就是特务队，你这是往火坑里跳啊！跟我走。乔小姐，是这样，刚才您的表演呢，可以说是技惊四座，令人叹为观止。大日本皇军择荣座大作，特意为您敬献花篮。陆北博士，真是慧眼识主啊！八重殿有了乔小姐这样的艺术家，我们今晚才有幸一饱耳福。并搭上黄金10根。陆北博士，翻转成乔小姐。谢谢。
多谢泽机关长抬爱。李刚舅，你说这个姓乔的这女的，她去哪儿不好，她非得来这八重天。她来八重天就是来跟咱们作对的。一个女人能掀起什么风浪呀？你们不是说把钱给骆柏吗？怎么就给了她了？是不是太给她脸了？我是给她脸吗？您是给骆柏面子。那你知道怎么做了？属下保证，像今天这样的事情，以后不会发生第二次。还有，不是让你监控何显吗？何显来找骆柏，怎么没听到你汇报啊？机关长，我们不是每次都是第2天把监控结果给您汇报吗？现在还没来得及。今晚 QU 呢？惊扰何显，随时汇报。是。殷晚回八重天，你怎么不告诉我？刚才我不是正想要告诉你吗？那你为什么不拦着他？殷晚回八重天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，我为什么要拦他？这楼上就是特务队，他居然跑回来，还笑着向泽荣座道谢，你不想想是为什么吗？啊？为什么呀？为了给他哥哥报仇。不行，我要劝他离开。他在这儿太危险了。我看呀，让殷晚继续待在净湖，跟梁校长，尤其是跟你混在一起，才是最不安全的。殷晚重回八重天，是他自己的选择。至于安全，你刚才也看到了，有我在，谁也不敢碰他。我倒是建议你，别忘了自己的身份，以后尽量少和殷晚来往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刚才说了。你自己也知道，你可是上了日本人重点名单的人。安琪，怎么了？是不是不好看？不是，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。我是想，你肺炎再严重，有1、2个月总归是要好了。等你恢复好了，正好春天也要来了，趁着你有空，我们就把喜事给办了吧。我知道你忙，没有空安排这些琐事，所有的事都由我来安排。不会耽误你时间的。怎么了？是不是我哪儿做的不对？婉欣，你先看看这些。这些都是外国大学的招生广告，你给我看这个干什么？之前不是在读书吗？现在香港沦陷，澳门也不太平，想要读书就只能去国外了。这些学校都挺好的，你好好挑一挑，看看有没有合适你的。安琪，你是要赶我走吗？你学好了告诉明姐，路费学费我都给她了，就不用告诉我。
一晚，跟我来。贤哥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吗？一晚，我知道你恨日本人，你来八重天是为了找机会为你哥哥报仇，但择机关的特务是职业特务，你一个人拿什么跟他斗？这是我自己的事。日本人害死了我哥，害死了我们那么多同胞。现在我有一个机会，可以接近他们，尽我所能的去探听到一些消息，防止更多的人被他们加害。如果你是我，你会跟我一样吧？一晚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你一个人在八重天，真的太危险了。危险又怎么样？当时你不是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抢印钞纸的吗？当我从我哥的口里知道，印钞纸就藏在孤儿院，知道我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拉响那首曲子传递给你消息的时候，我犹豫了。我不知道该不该拉响那首曲子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亲眼看见，那里已经成为了日本人的海军俱乐部，而且我也知道，只要我拉响曲子，不管是什么龙潭虎穴，你也不取出，哪怕九死一生。贤哥，哥用生命教会了我大爱及大义。所以我一定会留在八重。不是三叔，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误会。贤哥今天上午才过来谈的合作，那双方谈得很愉快，很好。罗德里他再不是个人，他但凡有点脑子，都不可能在这个关口干出这种事情嘛，是吧？不是啊，我就问你，男主你中说的是不是罗德里的船？是，可是没有什么可是的。这个罗德里想干嘛？往日欺我大好吧，今天又跟日本人合作，结下这么多弟兄的结债。哎，新仇旧恨，我不找他报仇，找谁报仇？可以报仇，三叔，那是不是也该跟贤哥先说一声呢？子乔，你没有听到探哨的消息吗？今天晚上罗德里的船就要给镰仓交货，再不动手就迟了。兄弟们，我们走！走！三叔，走！只要澳门政府立即禁止金融机构承收中国政府公债，立即禁止反日宣传活动，大日本皇军就全面保障澳门所有浦项的东航油贸易船，并所有澳门浦项皇军所列清单上相关物资的经营权。我宣布，澳门政府接受日方提出的两项禁令，即刻生效。罗德里先生没说他去哪儿了吗？他早晨接过一通电话，但没有告诉我他会去哪里。喂，豪海俱乐部吗？我是何贤，我和三爷约了9点，现在都过去半个小时了。什么？三爷到现在都没回来？好，谢谢啊。罗德里先生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
你居然还问我发生了什么事！Hey, you there! Stop what you're doing! Take all their stuff! Get back! No! Get back! Get back! 不能拿我东西！不能拿我东西！不能拿我东西 ！Get back! Get back! 总督到底是不在，还是躲起来不肯见人？梁老先生，总督真的有事出去了。梁老先生，禁令已经颁发，您就算找到总督阁下，他也已经没有办法了。您年纪大，还是不要太激动，保重身体要紧。这是干什么？送来干什么？住手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刚刚接到政府的禁令，澳门所有的金融机构一律禁止承销中国政府的公债。经济总局在配合警方取缔非法经营业务。骆柏局长，昨天晚上你亲口答应过我什么？这么快就忘了？昨天晚上不记得了。我只知道政府的禁令已经生效，凡是违抗禁令继续经营非法业务的澳门营业机构，一律查封。何先生，你现在有2个选择，要么就自己动手摘牌，停止无效；要么就是警方立刻查封大本营。梁老，梁老，还是把剩余的债券即刻归还吧。梁老，实在是对不住。罗德里先生，听说您今天凌晨遭遇海盗的无耻的抢劫，遭受了重大损失。我给您打这个电话，是希望您可以给我们一个机会，为您弥补遭受的损失。你什么意思？是想替海盗赔偿我的船和货的损失？不，那倒不是这个意思。不过，我们得知，你有批货好像即将抵达澳门，其中包括大批的棉布、胶鞋、黄硝、西药和各种五金制品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可以向您介绍一位优质客户，高价收购你即将抵澳的这批物资。真是对不起，我现在不方便跟你们日资商号做生意。我介绍的这位客户是中山县林念慈县长的小舅子王其正先生。刚在澳门创办的大华联贸易公司，中国全资占股，并且经营者都是中国人。也就是说，大华联的后台大老板是南京的汪伪政府，这跟你们日资商号有什么区别？只要表面上是华资，不就可以了吗？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国
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诸位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杨老，了解一下。没社会这么说，真是你们劫的船？对，咱说执意要报仇，我也拦不住。再说，确实是罗德里的商船不义在先，他先做的初一，总不能不许我们做15吧？三爷，人现在在哪儿？带着船跟货躲到海上去了。让我回来，一是看看什么情况，二是把劫船的消息告诉你们。可罗德里不是真的要为难你们。事情的来龙去脉，我已经让杨昌昨天晚上去到横琴跟你们解释过了。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忍一忍，非要这么急？杨昌，我们根本没见到他呀。贤哥，可以是？我问你，昨晚你去哪儿了？昨晚到底去哪儿了？谢谢，好，谢谢，好，多谢，好的，感谢。Esta valeta é mesmo teimoso. São instituições financeiras como subscritoras. Quando os dinheiros vai conseguir vendendo na rua? Isto é esforço perdido. 多谢，这个，多谢。多谢。罗德里先生，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大华联贸易公司王启正总经理。罗德里先生，这么高的价钱，王老板还真是大手笔啊！只有这样的价钱，才能证明皇军对维护利普友好的一片诚意嘛。是啊，不仅是这一次，如果您愿意合作，以后您的货有多少算多少，我大华联统统都包了。而且这价钱嘛，都按这回的算。谢谢。蛋！谢谢。滚蛋！你们要干什么呀？澳门政府刚刚颁发了禁止售卖中国公债的禁令，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？我干什么？你是干什么的？你是代表澳门政府呢，还是澳门警方？我告诉你，这儿的事轮不到你们这些狗汉奸来管，滚！行啊，挺横啊！我今儿就让你知道，我黄公杰在澳门是数螃蟹横着走的。兄弟们，给我打！
么回事？这么多人上街斗殴合适吗？让澳门没有法律吗？什么大电动？这明明就是行动打针。就是，把他们抓起来，把抓起来！王队长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关爷总监，你来的正好啊！你不是说澳门是个法治社会吗？我们刚刚颁发了法律，不让公开卖这个战时公债吗？可他们这是干什么？这该当何罪啊！你胡说八道！澳门政府的禁令清清楚楚的写着，只是禁止一切金融机构承销战时公债。可是梁老先生和这些孩子们，他们是金融机构吗？关爷总监，这帮暴徒当街行凶，殴打景湖小学的师生和这些无辜的市民，这么多双眼睛都清清楚楚的看到，你们警方难道不惩办这些凶手吗？把他们抓起来！抓起来！对不起，我们警方到场的时候只看见你们双方互殴，没有看到别的。胡说八道！你长没长眼睛啊？有没有长眼睛？要不是这些特务先打人，这些孩子怎么能受伤啊？你问问他们呢！关爷总监，我们大家可是都亲眼看见了。我已经说了，刚刚警方只看到双方在街上互殴，要抓人你们一个也跑不了。政府已经命令禁止售卖中国公债和一切相关宣传，谁敢再违反禁令，将会被立刻逮捕，把这些宣传品统统没收掉。都还围在这里干什么？全都给我散了！谁在聚众闹事，全部把你们都抓起来！听见了吧？走，兄弟们，走了。别的位置让开。有伤到哪儿吗？没有。罗德林先生，王老板已经等您很久了，还是赶紧签约吧。请罗德林先生。对不起，这笔生意我还要再考虑考虑。宋科，先生们，请。梁老，澳府政府发来通知，公债劝募委员会已经被取缔了，明天就会被正式查封。还有，这有一封寄到您办公室的信，没有署名的。哎呀，小小伎俩，鬼域手段，你凭这个小把戏也想吓唬住我？哼，梁王，不可大意，这帮家伙可什么都干得出来啊！是啊，梁老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嘛。当此风口，应该停止一切行动，从长计议，还是不要硬碰硬的好，梁老。说什么？从长计议，我们要从长计议。日本人会适可而止吗？会松手吗？如果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碰上点事情就要从长计议，
亡了。就完了。苏克，苏克！柯先生，您真要当这个和事佬？要想扭转澳门的局面，三爷和罗德里的恩怨必须要解开。我是局外人，或许我方便能跟三爷谈一谈。我明白，但是三爷现在正在气头上，还顶着澳葡政府的通缉令，他肯不肯回来，我没把握。没关系，你只要告诉我会回这里等。好。梁老先生，警方已经执行查封完毕，打扰之处还望见谅。梁先生，今天是平安夜，玫瑰圣母堂要举行自演弥撒仪式，戴斯勒总督代表澳门政府。要各国及澳门各界代表人士到场观礼。这是总督阁下给您的亲笔邀请函，还望梁老先生参加。贤哥，昨天的事是我的错，对不起。5天的生意你盯着点儿，晚上我就不回来了。好的，老板。哎，可今天乔小姐找你好几回了，她要再问起我来，我怎么跟她说？唉，就说我出差了，这2天，不，这1个星期我都回不来。知道了。乔小姐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啊？没头没脑的一句话，把我整糊涂了。你说你会带头投票反对禁令，为什么出尔反尔站到了日本人那边？我什么时候站到日本人那边了？我只是投了一张弃权票。那跟站在日本人那边有什么区别？现在整个澳门的救国行动全部被禁止了，梁老和学生们也被特务给打了。
现在整个澳门已经成为了日本人为所欲为的地方了。你为什么不说话，洛白博士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葡萄牙国籍？中国亡不亡跟你没有关系。洛白博士，你别忘了，你也是华裔，你血管里流淌的是中国的血脉。到底为什么你改变了主意？能告诉我吗？一定要知道为什么，是吗？是的，我想知道。好，我告诉你，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你为什么重回八重天啊？为什么要搬到这个房间住？真的就像是你说的，是来工作吗？是的，我回到这里是因为我哥。就没有和弦的原因？和弦？有没有呢？你心里是最清楚的。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了，如果不是心里放不下他，又怎么可能伤得那么深，计较那么重呢？我跟贤哥之间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没有你想的那回事。你不用解释。叶满，我对你的感情，你是知道的，你容不下我，心里装着别人，我都认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不能让你为了别人去冒生命的危险，我眼睁睁看你去送死啊！你以为盯着门口每一个路过的特务，偷听他们说的每一句话，就能得到有用的情报吗？你以为就一墙之隔，他们真的就永远发现不了吗？那也总比什么都不做的好吧。洛白博士，我来到这里，不是为了某一个人，我是在尽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责任。所以我才要投那张弃权票。因为我没有办法改变澳门的现状，我没有办法让强盗弃恶从善，没有办法逼着你忍气吞声。或许，我只有解决澳门的抗日流行，让你什么也做不了，我才能保护你的安全。我不需要保护，我不需要这样的苟且偷生，我不需要。我需要。叶满，也许这一辈子我都走进不了你的内心，但我绝不允许你出事，尤其是在我这儿，因为我落败，一定会保护好我心里这个爱的女人。我还要去玫瑰圣母堂参加弥撒。咱们今天的谈话到此为止。我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的，别再给自己惹麻烦了。圣诞快乐。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乔小姐对你不一般。她去八重天那种龙潭虎穴，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吧？阿昌，我跟乔英婉什么都没有。可越这样，你压力不就越大？就像 Mary， 我到现在都过不了自己心里这道坎儿。我害死他的。如果我不帮他，
建立不起来什么英军腹战，他也就不会。你总骂我每天像行尸走肉一样喝得醉醺醺，可我不喝酒，我眼里都是满月城的侯师傅最后的样子。我不喝酒，我眼睛都闭不上啊，贤哥。是啊，现在的银丸就跟那天的玛丽是一样的，都在拿命，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拼着。喝酒吧，多喝点酒就不愁了。万奇，马先生，嫂子说，你和昌哥在这儿。你生病了？阿成，让他喝吧。你都知道。我出门的时候，庆恩接到电话了，说百欣把婚纱退掉了。